非零级 RNG。上京孙家孙景轩，身高169，目前掌管孙家5成产业，资产3000亿。上京楚家楚允航，身高170，目前任职楚氏集团总裁，资产2000亿。上京苏家苏冷宁，哈佛双博士在顶，恋爱次数为0，身高1.72米。等，你们这是？叶先生，5年前您抄了我们3人的生辰八字，并对用天机秘术扭转乾坤，互换因果，我们3人也因此欠了您一段地府姻缘。现在时辰已到，请叶先生回上京跟我们履行婚约。请叶先生回上京履行婚约。是我的徒弟宋飞都让你们来的。确实是宋大师让我们来的。我已结婚3年，你们回去吧。结婚？如果不履行婚约，那我们3大世家的族运就……禅是天道原命，我以天机愧天机。我叶天一夜几乎害了尔等家族不少。小女不敢。既然叶先生不愿意，那我们也不强求。这是宋大师让我们转交的乾坤剑，请叶先生参加天机夜。天机夜？天机夜广邀四海天师汇聚南城运气。宋大师担心叶先生一个人承担3分地命姻缘，有所隐患，故而想动用南城运气为您分担1二。我这个徒弟也算是领心了，东西我收下了，你们回去吧。秋雨，帮我拿一下。秋雨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们离婚吧。我想知道理由。没有什么理由，单纯啊，就是我们沈家容不下你这个废物。为什么呀？叶天，你到底能不能找一份正经的工作？每天出去摆摊算命，自欺欺人，我沈家的脸都要被你丢干净了。秋雨，当初你冒充天师，诓骗我沈家上下，我也在糊涂之下与你成了伙。倘若你真是神通广大的天师，我沈秋云也就算认了。可你这3年，除了在我沈家混吃等死，在外算命骗钱，你有做过一点让我沈家满意的事情吗？难道你真的打算这样窝囊一辈子吗？秋雨，你听我解释。没什么可解释的。你叶天要是真有天师的本事，至于出去算命骗钱，你骗的那些仨瓜俩枣，对我沈家来说又有什么用？你就是个废物，什么更改沈家族运，什么扭转因果，你全是骗人的。真正的天使，哪个不是上京赫赫有名的大人物，被各大家族追随？而你怕是给他们当狗，都没人要吧？叶天，我对你要求并不高，只要你找一份正经的工作，让我说得出口。但你真的太差劲了，我不想再遭受别人的白眼。我叶天只此一生，从未骗过任何人。但离婚之时牵扯太大，若此次先下，金钱会让沈家。你敢咒我沈家？你打我，因为你满嘴胡言。小畜生，少拿天钱吓唬我！我说的是事实。你个小兔崽子，以你的道行诅咒我们天钱，我怕你是做梦吧。就算这世间真有你所说的天谴，我沈家照样有办法化解。废物，认识吗？这可是天机夜的邀请函。邀请函？
能来赴宴者皆是五湖四海的绝顶天师，主办方更是上京天机府的府主宋天都。以你的身份与地位，断然是没有资格参加这场盛会。你们怎么知道我没资格？因为你是废物，因为你是在我沈家白吃白喝3年的废物。我们结婚3年，不是没有感情，但如果你脚踏实地，不去想那些歪门邪道的话，我又怎会跟你离婚？歪门邪道？没错，跟我陆家相比，你的确是歪门邪道。陆少，哎，您怎么过来了？陆少，秋云，你放心，这个废物要是敢胡搅蛮缠，我不介意让他知道我陆家的恐怖。你就是叶天，你又是谁？天师世家嫡系长子陆焕峰，你是秋云的好友。不管如何，你今天必须跟秋云离婚，若不然，我会动用天师之力，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当然，我今天来不只为了这件事儿。我替沈家争取到了面见宋大师的机会。宋大师，你是说上京赫赫有名的宋天都？没错，在我父亲的安排下，你马上就能成为宋大师的亲传弟子了。宋大师的弟子？陆少，此话可是当真？我父亲乃是上京天机府天师长老，怎会有假？3日后，沈家的地位必将水涨船高，一飞冲天。姓叶的，赶紧签字吧！沈家即将成为你高攀不起的顶级世家，而你这条臭鱼烂虾，只配苟活在下水道里自生自灭。你已经配不上地位超然的沈家了。要不是我，宋天都怎敢收你为徒？叶天，你别太过分！你一个算命的道士，怎么可能认识宋大师？摆摊算命，哼！没想到如今这世道竟然还有这种骗子存在。姓叶的，没见过真正的天师吧？3日后。你大可前往天机宴，到时你直接报我陆焕峰的名字，自然会有人给你面子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本少在天机宴等你。天机宴而已，我去留与否，无人可阻。姓陆的，你们配不上天师2字。叶天，你不能这么对陆少说话。签了字就赶紧离开沈家吧。我们相识3年，我不希望你在离开沈家之后过得不好。这是1000万，是沈家给予你的补偿。我不稀罕你们沈家的臭钱。好，你说什么都行，只要把这个钱。姓陆的，你牵动我与沈家的因果，你不怕死吗？我陆家乃是天师世家，我父亲更是上京天机府天师长老，在整个大夏境内威名赫赫，没有什么因果能威胁到我陆家。再者，你叶天充其量就是个江湖骗子吧？我想玩死易如反掌。那我们是陆大。好啊，总算把这个废物给我赶走了。哼，怎么有点不舒服？妈，你不过是被这个废物给吓着了，他怎么可能会这么玄乎的本事？更何况我们还有陆少。伯母，您放心，叶天充其量就会些3脚猫的功夫罢了，不足为惧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今晚有雷阵雨，都是巧合罢了。弟子宋天都恭迎师尊亲临天机府。都起来吧。师尊，天机布局岁月稀，星辰交错之风云。弟子伴随师尊在南城的这3年，四海气运齐聚于此，将于明日到达鼎盛之时，弟子将宣布在天机宴收纳沈秋云。不用了，我与沈家。这沈家竟如此不知好歹！要不是师尊顶着3大世家的姻缘债，替他沈家改运，就凭他沈家如何在南城立足？这沈家居然恩将仇报！弟子定要为师尊讨回公道！
我方沈家的生路已经被沈家亲手给掐断，我断却了与沈家的因果债，上京3大世家很快就会上门讨还。宋天都听令，弟子在。临兵斗者，皆阵列在前。九字真言现世，天机宗重返人间。老夫听闻这宋大师将收沈小姐为徒。秋老，我们云儿啊，天资卓越，能被宋大师看上，也是情理当中。妈，他们都是天师，您别老这样说。没有我的首肯，宋天都可不敢收徒。叶天，你这废物还真敢来呀！大胆！哪来的乡村莽夫，竟敢直呼宋大师之名？你疯了吗？叶天，我没有疯。你先出去。沈小姐，这位莫不是你沈家的赘婿？秋老，你不要误会，这个人啊，我们已经和他撇清了关系。沈家母，我劝你还是赶紧把他赶出去为妙。这在座的诸位可都是有头有脸的天师，触犯众怒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听见没有？赶紧给我滚！我就是天机宴的主，为何？你好啊！天机宴乃由上京天机府亲自操办，宴主更是万人之上的宋大师。这不知敬畏的毛头小子有多远滚多远吧！万人之上，徐老说的没错，天师之力涉及因果，你若不敬，十死无生。这里不是你这种不知小辈该来的地方。听老夫一劝，远离因果，尚可活命。没错，宋大师贵为天机术传人，整个天下为其掌控，为什么不能称为万人之上呢？但我听说宋大师虽然贵为万人之上，还是在一人之下，此人便是神秘的天机宗宗主。只可惜呀，他老人家不在人世间走动，否则老夫倒想亲眼看看这翻天覆地的天机术究竟有何为呢？我就是天机宗的宗主，一叶遮天的叶天。叶天，你是不是精神失常了？你这乳臭未干的废物，竟敢自称天机二字，你的命格承担不起。让你离开是为你好。天机宴涉及太多因果，唯有天师方能入会。可你若是想凭借此地气运为你自己造势的话，我劝你还是打消这个坏主意。仅凭你这肉体凡胎，必定会气运灌体而亡。叶天，你待在这里只会让我们沈家更加难堪。如果你对我们沈家有什么不满，我可以协调赔偿，但请你现在先出去。姐，他这废物在外面偷鸡摸狗也就算了，连天机宴的主意都敢打，承受不住肉体凡胎。邱老说的有错吗？你就是个普通人，别给我搞些歪门邪道的，当心把自己给玩死。我的命格足以镇压全场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你信不信老子能让你此生厄运不断？大可一试。好，如你所愿。小子，我让你明白，得罪天师，你将活在深深的恐惧之中。我也让你这一辈子生不如死。叶天，你赶紧走吧，这天师之力可不是玩笑啊！我的命格与天地同位，他算不透。徐老，徐老，徐老，没事吧？徐老竟然……徐老可是天师榜上的大天师，怎么会反噬成这样了？难道这叶天还真是天机宗的宗主？徐老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到底是谁？你的卦象怎么如此恐怖？我说了，我的命格与天地同位，以你道还算不透。叶天，你把徐老伤成这个样子，你想与这个南城为敌吗？是他徐文飞道行太浅，与我何干？怎么会这样？徐老竟然……现在你相信我说的话了？秋雨，你可不要信了这废物的鬼话！哎呦，陆少，你可算是来了。陆少，
这叶天胆敢在天机宴胡作非为，连徐老都受了不小的伤。陆少，徐老，您先在一旁好生休息，我会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。陆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陆焕峰，你又想说什么歪理？歪理，在我眼里，你才是歪理。徐老之所以会受这样的伤，不过因为死地气运太重，他老人家强行触及因果，导致反噬罢了。徐老的伤跟你这废物命格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陆少说的没错，算你小子走运。不愧是陆少，说话一针见血。怎么样，谎话编不下去了吧？陆少博学识广，真是令人佩服。各位，这废物根本就不是天机宗的宗主，还在我沈家白吃白喝了3年，期间更是到处摆地他们算命骗钱，10万一卦，吃相何其难看啊！我且问问在座的诸位，换作是你们，会找这个废物算命吗？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呢，原来是个江湖骗子。没想到他竟敢在这天机宴上自取其辱，怕不是得了失心疯？倘若他真有镇压天下的命格，那以他的本事，早就成为了上京3大世家的座上宾，有机会窝在这小小的南城，当一个只会骗钱的窝囊废。3大世家，你该不会是想说3大世家早就把你奉为座上宾了吧？不错，但是为了你们沈家，我拒绝了上京3大世家成为他们的供。恬不知耻，撒谎成性。叶天，你还要怎样？别再丢我沈家的脸了，好不好？我实话实说，为何？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叶天，我可提醒你，上京3大世家的大小姐即将抵达天机宴，到时候你哪来的脸去面对这3位尊贵的大小姐？掐指一算，你的死期即将来临。陆少就是不凡，连上京3大世家都要给予充足的面子。不敢，上京3大世家都是看在宋大师的份上，跟我陆焕峰可没什么关系。陆少，您就别太谦虚了。谁人不知，陆老可是上京鼎鼎有名的天师，其道术仅在宋大师之下，是天师府的2当家。我看这3位小姐都是来蓝城向陆少提亲的。陆少如此人杰，能得到上京世家大小姐的侧目，并不意外。只不过天机宴来了条不知好歹的畜生，怕是会惊扰了大小姐的雅兴。邱老，你有所不知，这叶天对沈家早就嫉妒如仇，而今日更是趁着宋大师收徒，特地前来无理取闹，还特地准备了一套逻辑完整的谎言。不过，上京3大世家的小姐即将抵达天机宴，到时候我们只需要看着她骑虎难下，罚钱之后出尽丑态即可。不过，我作为南城年轻一辈的代表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从这里给我滚出去！我保证，没人敢碰你。叶天，既然陆少已经给了你活命的机会，你应该好好珍惜。我说了，我就是这场天机宴的主人，狗东西！而3大世家也是为我而来。别给脸不要脸！废物，赶紧给我滚！来人，给我把这废物拖出去，打断他的狗腿！上京孙家，孙小姐到。上京孙家，妈，这孙家可是大夏排名前10的世家，威风着呢。那可不得了，我们可要和这位小姐好好认识一下。老夫邱广元恭迎孙小姐的到来。孙小姐貌若天仙，沉鱼落雁啊！叶天，孙小姐已到，你的死期也到了。死到临头还敢装模作样！孙小姐，在下陆焕峰，是上京天师陆崇业。不认识。哈，孙小姐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哈哈，你就是沈秋云，有眼无珠。叶先生，姐，这孙小姐为什么叫他叶先生？这不可能！这叶天入赘我沈家3年，孙小姐怎么可能看得上他这个窝囊废啊？自以为是，叶先生是何等人也，也容你们侮辱？叶先生，请您随我回上京履行婚约。婚约？秋云，他这个废物何时与孙家有过婚约？我也不清楚啊。孙小姐，您是否搞错了？这个叶天
明明是沈家的赘婿，怎么能和上京孙家有过婚约？这废物在我沈家白吃白喝3年，怎么可能认识孙小姐呢？孙小姐，这叶天论身份论地位，不可能配得上你。他可是个离过婚的窝囊废，我们整座南城都对他嗤之以鼻。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身份、地位，以我孙家的身份地位，恐怕还入不了叶先生的法眼。你们沈家这3年来，不知道受了叶先生多少恩惠，不知道眼红了多少上京的超级世家。可即便如此，你们还如此的不满足。孙小姐，你这个话我可不能认同啊！我们沈家不要的东西，还想要拿去便是，侮辱我们干什么？就因为你们有眼无珠，不识真龙。倘若他真如孙小姐所言，尊贵无比，那为何还在我沈家卑躬屈膝3年？他这3年过得这么憋屈，连我沈家一条狗的身份都不达到。妈，你们别说了，我就要说，我们沈家虽然比不上你们孙家，也不能……你居然打我！孙小姐，你无故出手，有失大家风范，有损您在上京世家圈内的口碑呀。口碑是这妇人辱我孙家在先，这一巴掌是替我孙家打。孙小姐，您再如何也不能打我的母亲，她是长辈，你怎能如此对待？倚老卖老，你们孙家就了不起吗？等我女儿成了宋大师的头铁，我看你会不会这么嚣张？你不会以为这就结束了吧？刚才那一巴掌是替我孙家打，接下来……叶天，你快让孙小姐冷静一下。这一巴掌是替叶先生打。孙小姐，你这样对待一位长辈，要是传回上京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看你们谁敢对我孙家指手画脚！孙小姐，请你适可而止。适可而止？你们沈家这3年来是如何对待叶先生，你们心里清楚。这一巴掌是替叶先生报这3年之恨。孙小姐，您这一举动，着实让我南城一众寒心呐。我徐文飞一向憧憬上京的天师之道，可现在对上京对孙家失望至极呀。我孙家如何，还轮不到你们来指手画脚。叶先生，请您移步天机座。叶天，那个位子岂是你能坐的啊？那个位子是南城气运汇聚的中心，只有宗大师才有资格坐。小子，你这不是开玩笑吗？你要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以你的命格，绝对承受不住南城的庞大气运。你要一意孤行，必是死路一条啊！我不能做。没错，天机府天机座，唯有天机柱真正的传人宋大师才有资格一座，而你不配。我不配。叶天，我这是在好心劝导你，莫要自寻死路。天机宗蕴含天大武因果以及常人无法消受的气运，以你的命格，无福消受。有本事你就坐上去，我看你死不死。叶天，我妈都这样，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？好好的一场天机宴，因为你的胡闹，让我们整个沈家变成了一场笑话。到现在，你们还不相信？阐释天道，原命，我以天机会天机。这天机座，非我莫属。放许剑，谁敢不从？你真的不怕死？胆大包天，你就不怕气运逆冲，爆体而亡吗？以叶先生的命格而言，这气运之力不足为惧。绝不可能！放眼天下，还没人能承受住南城的气运灌顶。就算是宋大师，也要掂量一二。何况你这个无名小卒！我想你现在已经出现五脏剧痛、头晕眼花的症状，过不了多久，你就会七窍流血，神魂出窍而亡。都不用我们出手，你自己就把自己玩死。叶天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能听我的话？为什么不能去过属于你的普通人的生活？普通人？何为普通？在场众人，哪一个不是肉体凡胎？你沈清宇也太高看自己了，自视清高，目中无人。我就要以一只凡人之躯，触摸着天机座，我心向天，气运必追随我身，
永世不散。好一个我心向天！哼，但你真的配吗？爸，北府来晚了。这三位难道是上京天师府三大天师长老？你们地位仅次于宋大师啊！林元龙、林老、全无山全老，还有宋大师之下第一人陆崇业。陆老，沈家母，看你受委屈了。陆老，你可要为我们沈家主持公道啊！孙小姐，我以天师府监级长老的身份，要求你向沈家道歉。是沈家无礼在先，我为何要道歉？孙小姐，我尊敬你是看得起你孙家，不是我惧怕你孙家。沈小姐和沈家乃是老夫的贵客，沈小姐更是宋大师未入门的弟子。孙小姐，你不要执迷不悟啊！沈家的所作所为，配得上这3巴掌。好一个3巴掌！孙锦轩，你真不把我天师长老的身份放在眼里？你虽出名门，但论地位而言，你还没有资格说话。老夫断言，若是孙家家主知晓此事，定会给出一个相对公道的说法，而不是你在这蛮横无理。孙家家主于我而言，还不敢造次，厚颜无耻！孙家家主岂是你蔑视的存在？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老夫的身份你还不配往议？上京天师榜，老夫全为山，赫然在列。所以呢？什么意思？天师榜于我而言毫无。小辈，我看你这是自寻死路。老夫倒是有些意外，你叶天竟能稳坐天机榜如此之久，倒也有些本事。不过如今碰到了我陆承业，今日你扰乱天机宴，无视天机府，擅坐天机宝座，数罪并罚。老夫代替天机府对你实行天罚。好一个数罪并罚！你陆崇明敢定我的死罪？为何不敢？我父亲贵为天机府天师长老，更为上京赫赫有名的大人物，就连3大世家的家主都不敢对我父亲触怒，定你死罪，断你生路，易如反掌。叶天，就算你有孙小姐帮你撑腰，可到了陆老面前，你已山穷水尽。我劝你放弃掉那些幼稚的思想，离开天机宴。孙小姐帮助你，你才有一线生机。若不然，如何？叶天，如今我沈家天时地利人和，众心所向，仅差宋大师还未入场。即便是有孙小姐在身旁，你依然没有资格站在这天机宴上与我沈家叫板。孙小姐，你给我母亲的3个巴掌，我一定会讨回来的。待我姐成为宋大师的徒弟，习得天机术，即便是上京孙家，我沈家照样有资格讨回一个公道。你对你姐未免也太有信心了吧？天机术神秘莫测，你真以为什么人都可以修得吗？你说什么？就算是宋大师，也须得耗得20年的光阴，才堪堪入得了天机术的门。而你沈秋云何德何能，比得上宋大师的天赋？况且你从未正式拜入天机府的门下，今天就敢在这天机宴上大放厥词，当众冒充宋大师的弟子。女儿，不要怕他，我们有陆老给我们撑腰。没错，姐，只要你被宋大师收为徒弟，就算是孙家，咱们依然不惧。孙小姐，您是上京世家大小姐，我尊敬你，甚至可以说是崇拜、羡慕。但你今天的所作所为，让我觉得所谓的上京世家，同样也有一些毫无教养之人。莫不是沈小姐有自己独特的见解？你和叶天一起大闹天机宴，不把我沈家、陆家以及一众天师放在眼里，难道你孙家的大事已经足够镇压整个大夏了吗？我们沈家跟你们孙家无冤无仇，你却为了我们沈家的一个废墟辱我母亲，难道这就是你们孙家的处世之道吗？无知！你说什么？明明是你沈家目中无人在先，你又何必出口伤人？孙小姐，你不要太过分，我们沈家何时目中无人，何时欺负过你们？放在曾经，你们连跟我说话的资格都没有。今日若不是念在叶先生的面子上，本小姐都不会正式看你们一眼。你一口一个叶先生，他不过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废物。你若是看我不顺眼，何必拿叶天当借口？沈秋云，
你可知，若不是叶先生替你改命，何来你们沈家今日的一切？你们错失了此生最大的机遇，而你沈家也会因你的无知万劫不复。原来你来天机宴的目的是为了想借孙小姐之手，让我们沈家在南城众人面前抬不起头。纵使你在我沈家过得如此窝囊，我也会尽力的维护你的尊严。不到万不得已，我又怎会跟你离婚？可你叶天却见不得我沈家的好，想要摧毁我所拥有的一切。窝囊，尊严？我叶天在你们沈家何时有过尊严？我帮扶了你们沈家3年，却换来了一张冰冷的离婚书。你沈秋云可真是慷慨大方。你什么时候帮过我沈家？你什么时候？3年前，叶先生本该回上京履行婚约，因你沈家才不得已留在了南城。这一留便是3年。这3年来，你沈家从无到有，从世家末端一举晋升成了南城最大世家。难道这一切还不足以说明叶先生所做的吗？鬼话连篇！你说什么？若不是我早年帮扶过沈家，还真信了你的鬼话。沈家能有今天，都是我陆焕峰暗中相助，本不想说出其中隐秘，但你2人今日实在是可耻，我可不能让叶天的阴谋诡计得逞。陆焕峰，你可敢再说一次？我陆焕峰敢做敢当，沈家如今的一切，都是我陆焕峰暗中。婆婆，我这是怎么了？陆少，你怎么回事？婆婆，你最近身体不太好。爸，我没生病啊。静脉虚乱，五脏之前打过光，这是天谴。天谴？陆少好好的，怎么会中了天谴？你这个畜生，到底对我儿子做了什么？你既然知道是天谴，又何必问我他陆焕峰干了什么好事？你心知肚明。不可能！我早在焕峰出生时，就在他体内种下了道印，寻常天谴不可能伤得了我儿。陆少中的不是天谴，而是邪术。邪术不会有错。自从他坐上天机宝座以后，便怪事连连。这畜生练的应该就是邪术。你们3个人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啊！孙小姐，上京孙家，可知你与这邪教中人为伍？陆纯业、李元龙、袁文山，你们3个人竟然敢如此污蔑叶先生！如果他不是邪教中人，怎么会拥有如此逆天的道术，而不为世人所知呢？孙天轩，你勾结邪教，打伤我儿，怀疑你有颠覆大夏国运之嫌疑，我会禀报上京，让天师府断了你孙家的生路。是啊，此子一定修炼了邪术，否则怎么会面对3大天师面不改色呢？看来这场天机宴，叶天是有备而来，且得到了孙家的支持。叶天，修炼邪术，天地所不容。若你还有自知之明，就去上京请罪自首，不然我叶天做错何事，需要上京负荆请罪？你够了！我和你相处3年，我完全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做一个正直的人很难吗？做一个洁身自好、风清气正的人很难吗？为什么要去学那些歪门邪道？为什么要伤害无辜的人？歪门邪道？怎么，你还想辩解？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，难道你还想撒谎？我对你已经失望透顶了，也不会对你有任何的期许。像你这样恶毒的人，不配拥有我沈秋云的恶毒。你沈秋云从来没有，哪怕一次都没有相信我说过的话，哪怕一次。他们随口胡言，你就奉为真理。我用心诉说，却被你称为笑柄。你不知道的是，我对你更加的失望。事已至此，这个天机宴也没必要再继续办下去。贪慕虚荣，好逸恶劳，你们沈家不配拥有天机术。叶先生，请移步孙家。怎么，你大闹天机宴，以邪术击伤陆家陆公子，就想这么走了？你若想死，绝不手软。老夫身为天机府长老之一，一身道术早已出神入化。你或许伤得了陆少，怎么可能伤得了老夫？算老夫一个！区区邪教中人也敢在老夫面前放肆！今日不用等宋大师入宴，仅凭我等就可将这个穷凶极恶之人缉拿归案。
大夏律法，修炼邪术，唯有死路一条。你这个孽障，插翅难逃。老夫要替我儿子报仇。今日你千不该万不该出手杀了我儿，老夫要将你千刀万剐。三大天师联手对付邪教众人，此子已无生还可能。修炼邪术，唯有死路一条。叶天，你这种歹毒的人，死不足惜。我倒想知道你们如何对付。按律法所规，邪教之人死刑不贷。今天就是你叶天的辉煌之日。区区邪祟也敢在老夫面前抛头露面，今日我等一定让你感受一下大律正法的恐怖。我倒是想见识一下你们的死刑。叶天，你太狂妄了！这可是上京三大天师，仅需1秒，你必将跪地求饶。不知好歹的狗东西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是一个心术不正的畜生。还好我女儿早早的离开了你，要不然我被你给害死啊！3位天师长老，这都是他罪有应得，你们不用手下留情。泱泱大夏，岂容他胡作非为？今日老夫便让他明白，邪永不胜正。陆老，不如我们施展天机术。虽然我等所拥有的天机术残缺，但此子在天机术之下，断然没有活路可言。天机术邪祟克星，不能给他任何逃生的机会。好，今日我3人联手施展天机术。叶天，在今天以前，我完全没有想到你是和邪术沾边之人。你的下场再如何凄惨，这都是你罪有应得。天机术就凭你这3个人。天机术乃大夏第一道术，仅凭我等3人，也只能联合施展残缺部分。虽有残缺，哼，但也能扼杀你这邪教中人。无需多言，今日必让你魂飞魄散。你们3人真是不自量力呀！在叶先生面前施展天机术，班门弄斧。儿子，这2个人是谁？楚允堂、苏冷宁，这是上京3大世家的另外2位大小姐。徐老，这情况越发复杂了。是啊，难道说这2位大小姐也是来给叶天撑场面的吗？楚小姐、苏小姐，你2人前来天机宴，莫不也要找着叶天？没错，我们是来接叶先生回上京履行婚约。婚约？不可能！他叶天身为邪教中人，怎么可能与楚家签订婚约？此事确实有些蹊跷，这婚约之事，老夫可未曾听人说起啊。此事本就是我楚家的最高机。楚小姐、苏小姐，他叶天乃邪教中人，你们不能跟他扯上关系。是啊，他用邪术打伤了陆家公子，还公然羞辱我天师府，这已然引起公愤。要是3大世家再与他扯上，让开！你们当真代表3大世家，要故意搅黄这天机宴吗？你们可算来了，这不是先让你出风头吗？苏家苏冉宁，楚家楚允堂，请叶先生回上京履行婚约。什么？这叶天居然有3份婚约？这废物何德何能，竟能让上京3大世家的大小姐？原来他已经有了婚约。陆重业，你觉得我是来这天机宴搅局的吗？难道老夫说的有错吗？看来上京3大世家同气连枝，要与我千师府抗衡到底了。我陆家打伤我儿，更是不将千师府放在眼里。孙家、楚家、苏家，真是好大的威风啊！看来叶天不过是你们的一条狗，你们真正想对付的就是天机府。叶先生，岂是你能侮辱的存在？2位大小姐，我虽不知这叶天用了什么障眼法，迷了你们3大世家的眼，但他确实是我沈家名副其实的气婿。叶天，难道你只会躲在女人身后吗？
你已经有了3份婚约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沈家明明已经养了你3年，你这个忘恩负义！3年，你又岂会知道这3年我为了你们沈家改背地里付出了多少？你沈家能有现在，就是踩着我叶天的身体得来的。你沈家过河拆桥，却又辱我忘恩负义。沈秋云，你怎会这般无耻？沈小姐不必多言，这已经不是他叶天一个人的意思，他背后站着的是上京3大世家。看来上京3大世家已经做好和我天机府抗衡到底的打算了。你们有何资格代表天机府？就凭老夫是天机府天师长老，天师榜排名第2。在场的各位天师，上京3大世家已准备将我等赶尽杀绝，不如我等此刻结盟，联手对抗3大世家。宋大师即将到场，在我天机术的神威面前，所谓的上京3大世家渺小不堪，没有胜算宝。徐老，若是3大世家联手铲除天师一脉，我等这毫无背景的天师必定是被第一个踢出去的倒霉鬼啊！是啊，若是能有天机府的佑护，我等尚可安然无忧啊！诸位，我陆崇业对上京3大世家的所作所为嗤之以鼻，视为卑劣。他们竟用如此下作的手段，想要挤压我天师赖以生存的空间。至此，我陆崇业将以天机府的名义，将叶天这个邪教徒逐出大夏，并将请宋大师出手，运用天机术逆转上京3大世家的气运，让他们永远跌出世家之列。我徐王妃愿追随天机府，我邱广元愿意追随天机府，我赵玉斌愿意追随天机府，我俩也愿意追随天机府。我沈家愿意追随。陆崇业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陆崇业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这难道就是宋大师啊？不会有错，这身天机道袍，只有宋大师才有资格穿。恭迎宋大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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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迎宋大师。宋大师啊，我是沈秋云的母亲，感谢你对我们家云儿的厚爱。不过啊，我们家云儿天资过人，拥有修炼天机术的才能。才能？他沈秋云什么时候有过才能2字？宋大师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不要说，宋大师，我是幻风，被一个名叫叶天之人以邪术所伤，以我之法无法救治，还请大师出手。宋大师，请您救救晚辈吧。邪术，我一眼就看出此子是被天机术所伤。天机术？他怎么可能啊？你们3人身为天机府长老，居敢对天机宗宗主不敬，我看你们是自寻短见。天机宗宗主，弟子宋天都拜见师尊。叶天是天机宗宗主，这不可能！连宋大师都如此恭敬，还和3大世家的大小姐有婚约，他真的是天机宗的宗主？叶天，你真的是天机宗宗主？起来吧。天机术的天谴，无人能挡，此子命不久矣。苏大师，之前您不是说了要收沈秋云为徒吗？还说要在天师宴上。那是因为师尊想要帮助沈家，想要让沈家获得与天机府并列的地位。可是这沈家不知好歹，得势的嘴脸让师尊深恶痛绝。沈秋云此女不配修天机术。宋大师，我们之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你沈家如此待我师尊，还想让我收沈秋云为徒？尔等如此厚颜无耻，卑鄙无义。若非师尊替你们沈家改运，你们又凭什么在南城立足？又何以成为南城数1数2的大家族？若不是师尊阻拦，我定叫尔等灰飞烟灭，与世家除名。宋大师，咱们之间一定是有误会的。误会？你周玉和在沈家如何对待我的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这场天机宴不用再办，
收徒仪式永久作废，沈家气运技术封锁。我要将沈家踢出世家行列。沈秋云，今日之事都是你咎由自取。那宋大师是你们三人，真以为我不知道方才发生的一切吗？不识天机术，诬陷宗主为邪教，你们啊，好大的狗胆！宋大师，我都不知道啊，都是他。他说叶先生是邪教中人。宁元龙，若不是你，我们怎么不相信叶先生？害你的该死的儿子触犯天机术，遭天刑反噬，都是罪有应得。陆总业，你别怪我俩落井下石，都怪你儿子做的太过分了。够了！说再多，你们三人我今日定不轻饶。从此刻起，摘除天师府牌位，天师榜永久除名，废掉经脉，剥夺天师之力。废掉经脉，剥夺天师之力。宋大师，你不能剥夺我们的天师之力呀！我花费了40年才到今天这一步啊！那你这40多年都活到狗身上了？为什么会这样？真是养了个好儿子，竟敢强行沾染天机术因果！宋大师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众弟子听令，拖下去！叶宗主，叶宗主，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求你，我可以自废我的天师之力，我求求你救救风儿！你可知叶先生与沈家的因果，蕴含了上京3大世家的地命姻缘债？命姻缘债。陆焕峰昏迷不醒，是他活该，不知死活。叶宗主，我陆家在南城屹立这么多年，也是颇有家资，只要你肯出手救风儿，我愿意倾尽所有。我不需要你陆家任何东西，狗仗人势的东西，陆焕峰死不足惜。叶宗主，拖下去。是。姐，这家伙竟然真的是天机宗宗主！早不说晚不说，就是为了拖垮我们沈家。所以，你就是天机宗宗主那位万人敬仰的大人物。可你为什么要瞒我那么多年啊？明明你早些告诉我这些事情就……我说了，你沈秋云会相信吗？我说我是天机宗宗主，你们沈家会信我？这3年你们沈家是如何对待我的，你们心里清楚。叶天，要不是你一直隐藏自己的身份，我们不会。周玉和，你怎会如此势利？你现在这样让我觉得很恶心。事已至此，我与你们沈家再无瓜葛，好自为之。不要啊，叶天，我们沈家好不容易爬到了今天的位置，要是这样，我们沈家就完了。恭送叶宗主，恭送叶宗主，恭送叶宗主。沈家真是笑话，白白浪费了叶先生的3年。接下来我楚家会好好对待叶先生的，沈小姐，请放心吧。有眼无珠的东西！我看这沈家离开了叶宗主，还能活成什么样？沈家已经完蛋了。这天机宴，算了，我们也走吧。走。来个味儿啊！姐，这下该怎么办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们沈家的命运不好说了，我们就不应该让他走，我们完了，沈家彻底的完了。妈，你别说了。姐，那个人好像是冲着你来的，你认识他吗？我也不清楚。你们可曾见过叶天？你找叶天？
那家伙刚离开这里。看来我又来晚。这位道长，你找叶天是？他假冒我天机宗之奴，在外招摇撞骗，你说该不该找他？不可能啊！天机宗宋大师都尊他为师，他怎么可能是假冒的？我是秦明，天机宗第81代传人。此次下山便是为了捉拿叶天。此人曾在天机山内偷学残篇的天机术，后被我发现，利用遁法离去。我花费数年时间才从事实中查到此人。那叶天竟然是假冒的！妈，我们都被他给耍了！你先别说话。秦大师，我们对您所说的事情也不太了解，您要找叶天也跟我们没关系。可你身上有天机术的味道，我没猜错的话，你的家族应该是被天机术修改过契约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才是正宗的天机宗宗主，这等残篇天机术我怎会不知？姐，我说了吧，这叶天就是假冒的，他这种废物怎么可能是天机宗宗主啊？不过你身上的天机术有了一丝断裂的痕迹，你们几位即将面临大劫。秦大师，这可怎么办？这是我们最担心的了。我可用大圆满的天机术替你们补缺卦象，重塑因果。秦大师，真的吗？那我们沈家还有的救。秦大师既然有办法，那么我们沈家就不至于跌出世家之列，那么我也就不用担心。妈，你别这么轻易相信。我们沈家都快完了，我可管不了那么多。只要你们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要求，我就可以让你们沈家重回巅峰。秦大师尽管吩咐，我们定当万死不辞。说什么呢？姐，这叶天都这么对我们了，你还要护着他？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我可以推断出，这叶天利用残缺的天机术，阻你们走向南城的巅峰，而又在这里让你们坠落谷底，无法翻身。对，秦大师，你说的没错。这叶天获得残缺的天机术，以他目前的实力，依然可以在这世间横行霸道。在于我面前，他还不够资格。秦大师，你真是我们沈家的恩人。我的要求很简单，只要你们给我叶天的生辰八字。秦大师，您要这生辰八字是准备？生辰八字是人一生的命运脉，只要我得到，我就可以占据主动地位，而这叶天也必将付出他应有的代价。我还是不能说。女儿啊，你真是糊涂，这个时候你还犹豫什么？姐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好不好？他有什么可留恋的？沈小姐，你还有什么顾虑吗？沈小姐，你要知道，如果不是我的及时出现，你们沈家或许早已家破人亡了。你要明白，就算你们沈家和这叶天有过什么纠纷，也不至于赶尽杀绝呀。女儿，秦大师说的没错，这叶天就是想让我们死。姐，叶天如此对待我们沈家，你难道还要护着他吗？沈小姐，如果失去我的帮助，你们沈家这辈子都斗不过叶天，你确定还要犹豫吗？叶天，你不要怪我，是你太过绝情。我可以告诉你叶天的生辰八字。师尊，弟子前些时段发现了一些本不该出现的诡异痕迹，笼罩在大夏的天机树上出现了一丝黑气，这些黑气非常零散，但大多数都积聚于云梦山鬼谷之上。云梦山鬼谷，弟子怀疑怕是云梦山鬼谷封印松动，鬼谷子的传人要出事了。鬼谷传人？不光是这黑气，就在不久前，海城王家家主突然暴毙，原因不详。我也派弟子前去查看，但并未查出结果。我怀疑也是那鬼谷传人所为。海城王家，这王家家主与我也算得上是莫逆之交，但弟子的天机术并未达到师尊那般高度，所以才会被这鬼谷术破去。王家家主的惨死，我要负全部责任。鬼谷术变化莫测，可改天换地，也算是一种奇术。只可惜修炼此术之人根本无法抵抗其恶念的侵扰，一旦修为大成，其神智瞬间溃烂，取而代之的是不知为何物的恶鬼。此事确实需要重视，你派多名天机府人员前往云梦山，
加强封印，而后在世俗界寻找鬼谷子传人的下落。弟子接令。有人更改了沈家的契约，难道是这沈家与那鬼谷传人有了接触？你们的气运已被我用天机术修成，往后只会更加昌盛。怪不得我现在浑身舒坦，秦大师真是太感谢了。沈小姐，既然我答应你的事情已经做到，叶天的生辰八字也该给我了吧？可是我还是怕你会做出让我后悔的事情。后悔？若是你现在不给，日后我会让你更后悔。秦大师，您别生气，我女儿啊刚从悲痛中走出来，让她缓缓，她会说的。既然你不愿意说，我也不强求。不过我已表达了我的诚意，帮助你们沈家补缺卦象，重塑因果。往后的日子里，你必须说出叶天的生辰八字，不然……秦大师，我姐姐毕竟是女孩子，你再给她点时间，她一定会想明白的。是啊，是啊，秋云，不赶紧谢谢秦大师。谢谢秦大师。秦大师，要不你去我们沈家坐坐，喝杯茶？不必，我行程很忙。上京海城已经有几大家族邀请我去赴宴，不如你们一起来吧。这南城毕竟是弹丸之地，想要更好的发展，少不了要去大城市结交权贵。我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。师尊，若是这沈家不知其中的厉害，沈秋云就算再不堪，也不会将沈家立于绝境之中。我相信他。可是鬼谷传人周围会有一种独特的气息，一般思维敏锐之人会察觉到一丝的恶意。弟子实在信不过这沈家，毕竟他们也曾抛弃过师尊。此事日后再议，你虽为师上京一趟。师尊，这是三大世家发来的接风宴邀请函，为何如此大张旗鼓？弟子也嘱咐过了，师尊不喜排场过大。可是这三大家族无论如何也要为师尊开设这接风宴。这邀请函，我派弟子前去查看过了。沈家的产业目前仍处于增值状态，失去了师尊天机术的庇护，还能有如此长势，很难不让人怀疑这鬼谷传人已与沈家有了很深的交易。师尊与鬼谷传人的交锋，重点在于其生辰八字的推演。弟子实在信不过沈家，不如让弟子主动出击，即刻前往南城。不必，师尊。这是为何？不用特意前往沈家，因为他们已经到了上京。沈家已经到了上京，看来我终究还是高估了沈家的觉悟。他们应当来参加这场所谓的接风。鸿门宴，师尊，这场宴会去不得。为何去不得？想必是鬼谷传人已经串联了上京三大世家。师尊此番赴宴，必定会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。宋天都啊，你到现在还没弄明白，请师尊为弟子解惑。若他有击溃天机宗的实力，又何必借用上京三大世家来引我出现？是啊，以鬼谷传人的心性，他断然不会匍匐如此之久，必然会主动出击。还是师尊料事如神，弟子不该质疑师尊的判断。无妨，面对鬼谷传人的压力，你比我更大。乱了阵脚，倒也情有可原。师尊，那接下来该如何应对？随其自然。随其自然。既然鬼谷传人那边不清楚我的底细，那么按兵不动才是最优解。除非我提前掌握他的生辰八字。那弟子这就派人。不必，鬼谷历代传人神出鬼没，想要查清楚他们的底细，有些困难。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按兵不动，随后一鸣惊人。敌在暗，我在明。我运用的要素和机会远大于他。然而这鬼谷传人只有一次出手机会，不然会被师尊的天机术死死压制，再无回天之力。说的不错，多亏师尊为弟子解惑。否则，弟子还未想到师尊这般长远的脉络。师尊，这鬼谷术究竟如何，咱们还尚且未知，
还望师尊多加小心才是。贝车，我要亲自去会一会这所谓的鬼谷传人。如此看来，这些年我上京家主都被叶天给骗了。楚老，出什么大事了？火急火燎的叫我俩来呀！这位是？自我介绍一下，秦明，当代天机宗宗主。天机宗宗主？哼，你开什么玩笑呢？楚老，你是在戏耍我们吗？我知二位家主并不相信我的说辞，但我若拿出这个，难道这就是千年未曾现世的天机罗盘？不可能！天机罗盘怎么会在你的手上？正因我是天机宗宗主，这罗盘就应该在我手。你说你是天机宗宗主，那叶天他是谁？叶天，他冒充天机宗宗主，欺骗我上京世家这么多年。若非秦宗主的出现，我等还蒙在鼓里呢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们三大世家的竹月都被叶先生更改了。叶先生的天机术怎么可能是假的呢？20年前，叶天偷学天机残本，被我发现后，运用遁法逃离天机中。而今，我奉天机之命下山捉拿着叶天，这第一场便是上京。偷学天机术残本？我知晓你们一时很难相信我的说辞，但天机罗盘就在我手，我的身份，你们还要怀疑吗？秦宗主，我们上京三大世家终究是无法参与天师之间的斗争，更是您跟叶天之间的恩怨。若是你有什么需求，我苏家会满足你。我对付叶天，你们自然插不上手。不过，总要引蛇出洞。秦宗主的意思是，我要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，为叶天举办接风宴，地点就设在帝豪大酒店。那我跟舒老弟也要去吗？当然，这借口本就是为叶天接风洗尘。你们身为另外2大家族，岂有不去的理由？我知道了，秦宗主。苏老板，我知道你还在怀疑我，但接下来的话我只说一遍：残缺天机术，就意味着因果有缺，气运污浊。你们3大家族强行让叶天更改族运，还让自己的女儿签下地命姻缘债，这弄不好可是要出人命。秦宗主，我明白您的意思。若是您有什么需求，我苏家必定会鼎力相助。我孙家也是。3位，欢迎来到帝豪酒店。这里可是楚家旗下最为奢华的7星级酒店。姐，想不到有一天我们沈家也能如此风光。这个呀，都是因为秦大师的相助。云儿，以后你可要好好的报答人家呀。知道了，妈。尊敬的客人，我已经接到了通知，上京3大家主正在宴会厅，请3位稍作等待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去忙吧。等我们得到了3大家主的相助，我一定要让叶天付出代价。对了，秦大家主呢？秦大师跟我说了，他说他要跟上京3大家族揭穿叶天的真实身份。这个叶天不光耍了我们，连上京3大小姐都被他骗得团团转。妈，我不想听到这个名字了。哎呦，好好好，妈错了，妈不说。以后啊，你也是上京的大小姐了，什么富贵公子哥不都抢着跟这么求亲？姐，那个人是叶天吗？是的，这个废物怎么在这儿？他妈的，在天机宴被他压一头，我可咽不下这口气。妈，姐，我一定要让叶天好看。叶天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说叶天，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？我为何来不得？你知不知道，这里今天已经被上京3大家主给包场了？包场？今天3大家主呀，面见的可是真正的天机宗宗主。
你这个冒牌货，有多远给我死多远！冒，你别在这里装模作样了，你自己什么德行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就是天机宗宗主，何来假冒一说？叶天，假冒别人身份很有趣吗？你骗得了我们，骗得了上京世家，可你骗得了你自己吗？假的就是假的，永远变不了真的。甄秋云，你真的太自以为是了。我从未欺骗过任何人。你的那些肮脏行为，秦大师已经跟我说过了。我现在对你只有厌恶。秦大师，这秦大师呀，才是真正的天机宗宗主，而你偷师学艺，打着天机宗的名声，在这大夏之内招摇过市。好在秦大师拯救了我们，现在我们沈家就算在这上京，也有一席之地。你们当真以为这位秦大师是来帮助你们的？为何不是？短短几日，我们的地位可是比以前翻了不知道多少番。这是你这个废物一辈子都做不到的。周玉和，你可知表面的繁荣不过是透支生命的假象，等你们沈家无力为继之时，就只剩一具空壳。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，你不过就是一个冒牌货，也敢跟秦大师相提并论？你们真的是没救！叶天，我可告诉你，有了秦大师帮我们引荐，待会儿我们沈家就会面见上京3大世家，这可是连你都无法做到的事情。不好意思，我忘记了，你就是个冒牌货。你们沈家难道就如此无耻？这无知的怕是你吧？沈大师可都告诉我了，你打着他的名号胡作非为，招摇过市，沈大师抓到的可就是你的死期。你们真的是无药可救，这所谓的秦大师根本就不是天机宗之人。那你说说看，这秦大师为何能帮我们沈家起死回生？若你真的是天机宗宗主，那你的天机术理应无人可破才对。就是假的呀，他永远真不了。骗完了上京各大世家还嫌不够，竟然特地跑来南城骗我沈家。叶天，你可真够畜生的！你们可知什么叫做循序渐进？你们又怎知什么叫做急功近利？你们沈家迈下如此大的步子，只会适得其反。够了，叶天，失去你以后，沈家只会更加兴旺，而你也会得到应有的惩罚。说的没错，那位大师就是我们沈家的恩人。恩人？我帮助你们沈家3年，都得不到你们沈家的一句感谢，他人的不怀好意，却被你们视作天大的恩情。你们沈家当真是执迷不清。愚昧不清的是你，叶天。你以为欺瞒就能一步登天，是终究包不住火。天机宗宗主又岂是普通人就能充当的？你们沈家当真是不长记性。当初要不是我女儿求我怎么会让你这个废物进门？现在好了，我再也不用看到你这恶心人的嘴脸。以你那时的身份，如何配得上我姐？一个只会摆地摊算命、狂妄到10万1卦的废物。本来以为以你天师的身份能够助我沈家平步青云，没想到里里外外彻头彻尾根本就是个骗子，兜里没有1分钱，嘴里更是没有一句真话。让你进门，简直是我们沈家倒了血霉。小子，这做人呀要知道感恩。你在我们沈家3年，我说过你一个子儿吗？你吃我们的，喝我们的，用我们的。现在好了，恩将仇报了，你是不是想让我们沈家死？我这3年的付还不够多吗？这不是你应该做的吗？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你们沈家的吃相也太难看了。叶天，我们之间的离婚没有必要闹到这个地步。当初若不是秦大师出手挽救，我都不敢相信我们沈家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我早就警告过你们，这子一旦签下，等待你们的只有万劫不复。万劫不复？我们沈家没了你，只会蒸蒸日上。小子，
别怪我没有告诉你，秦大师那种人物，可不是你这个废物能比得了的。你怎么就知道我斗不过他？就凭你是冒牌货，打着别人的名义，你不觉得丢人吗？我现在想起我们那3年，我只会觉得恶心。女儿啊，不用和他动情动气的，谁会知道这个废物这么的窝囊？姐，只要我们协助秦大师解决了这个欺世盗名的废物，我们沈家的名声只会更加响亮。叶天，秦大师就在帝豪酒店的宴会厅，他已经面见了3大家主。如果你跟我上前，我可以让秦大师对你从轻发落。从轻发？你们口中所谓的秦大师，他不配。好大的口气！你也不撒泼尿照照，自己是个什么德行？姐，你劝他干什么？他越嚣张，待会儿求饶的时候，我才会更爽。沈小姐，有人在骚扰你们啊！来，王经理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我问你一件事情，今天这帝豪酒店是不是已经被包场了？这没错啊，沈少，我们帝豪酒店今天接待贵客，所以不对外开放。那他是怎么进来的？这位先生，我们今天不对外营业，如果您没有收到邀请，请你出去。你确定要赶我走？如果您拿出邀请函，我向你道歉；如果你拿不出来的话，那我只有按规章办事。王经理，你看他这个样子，像是能拿出邀请函的人吗？王经理啊，我可告诉你，这个人啊，就是个摆地摊算命的骗子。他今天来帝豪酒店啊，一定是有什么阴谋，给我赶出去！我看你也不像拿出邀请函的人，所以请你出去。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确定要赶我走？你个乡巴佬，你敢威胁我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再不走，我让保安打断你的腿。王经理，我以沈家的名义担保，这个废物绝对拿不出邀请函，要不然我就跪下给他磕头。沈少，你们可是楚老爷的贵客呀，我当然相信你们。小子，我不管你叫什么，你有多大的背景，在我们帝豪酒店，你就是条龙也得给我盘着。现在，立刻，马上给老子滚出去！真是无耻！你说什么？履行你的承诺。呀，沈少。这什么情况啊？这怎么可能啊！今天这个宴会明明就是请的秦大师和我们，你这个废物，怎么可能邀请函？万一是假的呢？对，就是假的！好你个废物，竟然敢拿假的来骗我们！沈秋雨，是不是只要我拿出的东西，在你的眼里都是假的？只要我叶天说过的话、做过的事，在你沈秋云的眼里都是假的。3年，你骗了我们沈家整整3年。到如今还是死性不改，这个邀请函明明就是假的，你叶天根本就没资格参加这场宴会。谁说他没有资格？谁说他没有资格？楚总、苏小姐，您2位怎么来了？我来我自己旗下的酒店有何不可？啊，没有，当然没有问题。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有一个不知好歹的废物，硬要闯咱们帝豪酒店，被我给拦下来了。不知好歹的废物，我看不知好歹的是你吧。苏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可能用词不当，让您感觉到不舒服了。但是确实是他要硬闯咱们帝豪酒店呀。哎，对，2位大小姐，之前咱们之间确实是有一些误会，但是现在我都搞清楚了，他呀根本就是个骗子，根本不是什么天机宗宗主。2位大小姐，我敢以我的人格担保。你这种人有什么人格？楚小姐、苏小姐，我相信你们世家已经有了许些传闻，但我敢肯定的是，这所谓的天机宗宗主一定不是他叶天。的确，我已经接到了父亲的命令，让我远离叶天。叶天，你听到没有？楚家……但我相信叶先生的威力。你不认识叶先生也就算了，难道你还不认识我楚家的刚毅吗？楚小姐，楚小姐，是沈少他们。我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只要你对叶先生不敬，那这帝豪酒店便容不下你。楚小姐，不要啊！楚小姐，我还要养家糊口呢，我的房贷还没有还完呢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来人！
我已经给过你机会。叶先生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错了。既然你对叶先生不敬，那便是对我楚允堂的侮辱。拖出去，废他双腿！哎呀，楚总，叶先生，楚总，饶命啊！叶先生，楚小姐，我们是你楚家的贵客，是你父亲邀请我们来赴宴的，你当真不给面子？我们何时要给你沈家面子？苏小姐，我希望你们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遵从家主决定。楚小姐，苏小姐，这家伙骗了你们那么久，现在事情败露，你们还这么维护他？喂，爸。现在立刻从叶天那小子身边离开。爸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要是再敢接近他，别怪我这个做父亲的不讲情面。哎，楚小姐，是不是您父亲打的电话呀？我都说了，我没说谎。怎么接了个电话，脸色就这么差了？楚小姐，该不会你父亲叫你离开帝豪酒店吧？楚小姐，你应该已经明白局势了。上京三大家族没有一支队伍站在他叶天身后，你们作为大小姐也不应该如此维护他。我也不好多说什么。既然你有邀请函，那我们宴会厅见。你嚣张不了多久，你早晚会成为我沈家的阶下囚。我们是什么身份？你是个什么档次？还有资格跟我们一起吃饭？走。对不起，叶先生，我实在是无能为力。不知为何，我们都被警告了远离叶天，就连景轩也被禁足在孙家。这并不奇怪。难道叶先生知道些什么？上京三大世家的家属皆被鬼谷术蒙蔽心智。鬼谷术？鬼谷术？难道是那传承近万年的鬼谷邪术？不行，我告诉我父亲，你现在过去，楚老就会相信你说的话吗？可如果我不说的话，叶先生就会四面楚歌了呀。况且这宴会厅有着我们三大家族，还有那鬼谷传人。如果叶先生一个人孤身前去，相信叶先生。好，叶先生，刚才是我失礼了。这场鸿门宴，我一个人无礼。这叶天儿他真不知道好歹，竟敢欺骗我们上京三大世家。若不是秦宗主的出现，我们还被蒙在鼓里呢。我已下了禁令，不准我女儿景轩外出与叶天联系。今儿的鸿门宴，我且看这叶天儿他敢不敢来。他如果敢来呀，我今天就让他有来无回。今日秦宗主向我索要了一些物品，听闻他在帝豪酒店周围设下了禁制，只要这叶天儿敢踏进半步，定叫他插翅难逃。小女沈秋莹见过各位家主。你们便是得到秦宗主庇护的沈家吧？能得到秦宗主的青睐，未来沈家不可限量啊！苏老，您说笑了，我们不过是南城的小家族，跟上京三大世家比起来，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。沈小姐谦虚了，你有天机术的庇护，你们沈家飞黄腾达，那是指日可待呀。各位家主，日后呀，我们入住了上京，还要靠各位多多担待才是嘛。这是当然，以后在上京谁不给秦宗主面子？而你们是得到秦宗主庇护的沈家，必然会得到我们的优待。姐，这叶天果然是个骗子，要不然我们沈家哪会有如此待遇？女儿，我们有了秦宗师的庇护，来日一定会飞黄腾达的。你们沈家可发达不了。你这废物还真敢过来！我为何不敢来？放肆！你可知道你面对的是谁吗？区上京三大世家而已，难道我还要卑躬屈膝吗？根本就不是天机宗的宗主，为何还要上京招摇撞骗？招摇撞骗，偷学天机术残本，还设立所谓天机府，你这些举动
很难不让我怀疑你是监视上京的一举一动。你是想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吗？你们的想象力可真丰富。我叶天就是天机宗宗主，我取你们来治。叶天，你别再装了行吗？事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，你不过是学了天机术的残篇，根本没有资格说自己是天机宗宗主。真正的宗主是秦先生。沈小姐说的没错，偷师本就是大逆不道之事。况且，你偷学的是天机中的不传之术，该当何罪呀？你做的这些事情，不就是想要钱、想要权、想要美色吗？骗了上京三大小姐还不满足，甚至连我姐沈家你也不放过。叶天，你是人吗？你简直就是个畜生！沈小姐，今日我们三大家主在此，一定还你们沈家一个公道。我以孙家家主的名义向你保证，叶天今天根本走不出这场婚门宴。叶天，早些年你是帮助我们孙家，孙家能有今日，跟你也脱离不了干系。我已经听秦宗主解释了其中的缘由，你的天机术根本就是个残篇，而我们孙家的气运和因果，在你极其歹毒的手段之下，变得极其可畏。残篇？没错，秦宗主已经说过，换取未来的潜力，只能获得短暂的繁荣，而你残缺的天机术，只能加速我们世家的灭亡。这所谓的秦宗主，装的真像。秦宗主也是你妄议的吗？我告诉你，叶天，自从你走进这帝豪大厦开始，你就别想活着走出去。我楚弘毅贵为上京三大家族之一，竟然被你这个废物欺瞒，我岂能放过你？叶天，你不过就是个冒牌货，到底是哪里来的底气，让你敢在上京三大家主面前叫板？叶天，别怪我没给你机会。如果你现在乖乖的跪在地上，给我们磕上3个响头，我们三大家主可以饶了你这条狗命。若是你继续强硬下去，我就只能送你下地狱。我从未骗人，跪，不跪就死。哎呦，秦宗主，你可算是来了。秦宗主，您请上座。不必了，我要和这叶天好好聊聊。怎么假冒我天机宗宗主的身份，是不是很潇洒呀？我本不想揭穿，你再不济也是偷学我天机宗残篇道术，也算是天机宗的弟子。但你在这上京胡作非为，欺瞒百姓，我身为宗主就不能不管。交出天机术，自废经脉，我饶你不死。叶天，交出天机术。就是，你这个废物，赶紧给我拿出来！交出天机术，不然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原来如此，你的目的就是我手里的天机术，鬼谷传人。鬼谷传人，这个名字咋这么耳熟啊？孙老，你不要被他三言两语迷惑了。鬼谷传人早已被我封印在云梦山，断然没有出事的可能。妖言惑众，秦宗主贵为天机宗传人，怎么可能是鬼谷传人？你不要在这里危言耸听。秦宗主啊，都怪我一时糊涂，被这个小畜生蛊惑了心智。叶天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撒谎？秦宗主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难道不清楚吗？他怎么可能是鬼谷传人？莫要自负，交出天机术，我饶你不死。你既然作为天机宗的宗主，为何执意想要我身上的残片？你说什么？放肆！秦宗主乃是天机宗的传人，何来想要一说呀？你手里的这个残片本来就是天机宗的。难道你想说你偷来的就属于你自己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要不交出天机术残篇，我苏家绝不轻饶。你的残篇对我天机宗有大用，具体不易告诉，但你今天必须要把残篇交出来。交出残篇，交出来！你们3位作为3大世家的家主，心里如此不堪一击，这般简单的迷魂水，竟会让你们如此死心塌地。叶天，你当真想死？怎么装不下去了？秦宗主，这怎么回事？交出天机术，
不然我以天机宗的名义处决你。我倒要看看你这鬼谷传人是怎么使用我天机宗的秘法。叶天，你这废物到底干了什么？三大家主要是出了意外，拿你100条小命都不够赔的。我可没有动手脚，只不过是他的迷魂术撑不住罢了。叶天，你还在胡说八道！秦宗主怎么可能会对三大家主使用迷魂术？像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只有你这个废物做得出。既然你不知好歹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叶天，我已知晓你的生辰八字，今天你必死无疑。看来是我高估你了，沈秋云。这都是你逼我的。秦宗主在我沈家危难之际出手相助，而你呢，差点害我沈家家破人亡。你说我应该帮谁？看来我这3年的帮扶都帮在你身上。你说什么呢你？秦宗主，您快出手吧，我想看他跪地求饶的模样。你的命格为何如此苦？我这命格天下无双，就凭你的鬼谷术无用。鬼谷术？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秦宗主，您不是天机宗宗主吗？怎么会被叶天这个半吊子给弄成这样？闭嘴！厉害啊，叶天！我真没想到你的命格居然强大到如此地步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，叶天？这个姓秦的从头到尾都在欺骗你。他并不是什么天机宗宗主，而是鬼谷传人。不可能，怎么会？我不相信。倘若真如他所说，那为何身为宗主的他会败在我的手上？叶天，叶天，别太嚣张了，我的杀手锏还没出。杀手锏，无论你用任何手段，今日我必须缉拿你回云梦山。云梦山，我不会再回去了。我知道这是何物。天机罗盘。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秦宗主才是假的？这天机罗盘，你是从何处得来的？这个不是你该知道的事情。交出！此罗盘在我手里，你的命也在我手里。女儿，这罗盘在他手里，但是叶天一定是假的吧？我不知道啊。叶天，你是斗不过鬼谷传人的。姐，秦明真的是鬼谷传人，我们都被他给骗了。你为什么要害沈家？都给我闭嘴！交出天机罗盘，要死！你这么想要？只要我攥动这罗盘，以你的命格，绝对扛不住这天机罗盘毁天灭地的威能。我身为天机宗宗主，你想用天机罗盘来威胁？好，我就成全你。叶天，去死吧！所以呢？不可能！明明说了，罗盘可以伤及性命。师傅，看来你并不是真正的鬼谷。宋天都，进来吧。宋天师，师尊，进来吧。这是天机罗盘。秦明，这天机罗盘是从哪里得到的？是我师父给我的，让我来上去对付你们。你师父？你不是鬼谷传人？真正的鬼谷传人在哪？既然师父让我来送死，我也没必要隐瞒什么。师父就在。师尊，这是他被人下咒了，不能说出下咒之人的位置。不过我有办法，让人把他抬下去。来人，弟子在，把他拖下去，好生看管。接下来，回魂。
楚弘毅、孙高远、苏德明。叶先生，我们一定是中了秦明的迷魂术，才有如此举动啊！叶先生，我不是人，我对不起你。我刚才说的质疑你的话，全部是在迷魂术的作用之下，绝非我的本意啊！住口！你们三人乃是上京三大家主，怎么会如此轻易地中了这迷魂术？天机府庇护你们这么久，常年在天机术的笼罩下，更是沾染着这滔天的气运。以你三人的体质，断然不该中这迷魂术。孙天师，我们也是有苦衷的啊。苏德明，我让你说话了吗？你们三人定是面对迷魂术未做抵抗，这才轻易地中了那秦明的招数。我看你们怕早就对我师尊、对这天机府不满了吧？宋先生，我们可不敢有这种想法呀！叶先生帮我们改了族运，我们怎能忘恩负义啊？叶先生，你一定要相信我们的啊！相不相信我自有决断。来人，把他们带下去。叶先生，我求求你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都是迷魂术在作怪，我求求你。我不想再听你过多的解释。看在你们三大家族与我有婚约的份上，我可以不再过多的追究，但是该有的惩罚一样的有上。谢谢叶先生不杀之恩，谢谢叶先生不杀之恩。还不快滚！师尊，这沈家该如何处置？宋大师，我们也是让人给骗了呀！被骗？你们沈家可没有中迷魂术吧？宋大师，这个事儿您不能这么论，我们也是让那个姓秦的给连坑带骗的给骗在这儿了，要不然我们沈家也不能是吧？周雨荷，这个妇人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！当日在天机宴，我师尊已经表明身份，你却三番两次的质疑他，我看你们沈家是活到头了吧？不是，宋大师，你听我解释。叶天，如果你早点说出你的身份，我们沈家和你就不至于到这种地步。就是啊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宋铁毒，你先出去。是。沈秋言，我很早就跟你们说过，但是你们沈家从来没有相信我，哪怕是一句话。我本来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接触，但是你们沈家趋炎附势，对名利的渴望，让我感到无比的恶心。事已至此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你们沈家配不上我这3年的付出。女婿，好女婿，这个事儿啊都是误会，我们沈家周玉华，你们沈家从来没有给我任何的恩惠，我也不欠你们沈家任何恩情，所以不要用你那肮脏的道德试图绑架我。明明只让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，这个误会就……误会？你们沈家对我做出的这些事情，一个简单的误会就能概括。叶天，我姐也是被你伤透了心，才做出这些事，你就看在我们相识3年的份上，放过我们沈家吧。难道你们沈家就没有伤透我的心？从今以后，南城不再有沈家，你们好自为之。叶天，女婿，妈，别喊了，我们沈家都完了，我还喊怎么了？叶天已经不会再回头了。滚云，都怪妈不好，都是妈没做好。我们沈家或许还有救。你说什么？我们还有救？秦明说过，他来自青州，说不定青州有比叶天还要厉害的天师。你说的比叶天还要厉害的天师，难道是秦明的师傅？我只有放手一搏了。妈，你跟弟弟留在南城等我。哎，云儿，妈，你说姐姐这次去青州，能挽救我们沈家吗？这我怎么能知道？面见城主，不得无礼。你的师傅在？我不知道，我师傅也是怕你们天机中的人找上门，所以平时都是通过连接我的气运传授我鬼谷术。但师傅他一直都很想要天机术，所以特意安排我来上京，
通三大家主和天机罗盘来威胁你，让你交出天机术。可谁知，所以你不干。叶庄主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我还知道一些事情，你不能动我。说，除了天机罗盘，我师父手上还有一件天机中的宝物——织天图。织天图，叶庄主，想必你应该明白这织天图的重要性。但是我现在更想知道你师父的去处。不，叶庄主，您不要着急，3天，就3天。3天之后，织天族会在青州天域大厦拍卖，到时候我师父肯定会过去拿织天图拍卖。对，我师父平时花钱大手大脚，经常会找那些富豪要零花钱，想必这次也是缺钱花了。你师父并不是缺钱花了，而是想引我去青州。引叶庄主去青州？既然他如此迫切的想要见到我，那我便成全他。宋天多，弟子在。北姬，为师要去趟青州。师尊，这青州的天师分布极为广袤，相比于上京也是旗鼓相当啊。这鬼谷的传人就在青州等着我，我有何理由不去呢？师尊，这鬼谷传人非同小可，此行是否需要弟子陪同前往？为师这次出行不过去参加一场普通的拍卖会而已。那弟子这就去准备现金。现金？为师想要的东西，现金可买不来。这传说中可以补天的织天图，遗落世间3000余年，不曾想，却在这鬼谷传人手中，真是造化弄人啊！宋天多，你随为师前去青州，即刻启程。弟子遵命。至于你，废其经脉，以后做个普通人吧。谢叶宗主，鸿宏大量。沈小姐，欢迎来到青州。今天要麻烦陈少了。陈少，沈小姐，你在这青州人生地不熟的，我可得做好保护你的责任啊。我现在只能依靠陈少了。陈少，我们还是先进去吧。请。哼。没想到区区一个南城也有如此美女，看来今晚有的玩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叶天，怎么，你们认识？不认识。不认识，那我就带你认识认识。要不我们还是先回去吧啊！哎，别急呀。在这青州，还从来没有人敢拦我。叶天，好巧啊！叶天，你们果然还是认识啊？怎么，沈小姐，这个是你前男友？她是我前妻。前妻呀？哈哈哈哈！那你们还真是冤家路窄呀。自我介绍，陈氏集团总裁陈修杰，没兴趣。好，很好。要不我们还是……叶天兄弟，敢问最近在哪高就啊？目前还没有工作。我说呢，沈小姐怎么就跟你离婚了？你是个游手好闲的废物呀！我呢，说起来怕你自卑，我陈修杰是青州最有钱的公子哥，我父亲陈建锋更是最有钱的首富。你要是见到我，给我离远一点，一身穷酸味，真是恶心。你的这些虚名，在我毫无价值。你说什么？叶天，能不能不要再出现在我身边了？沈小姐，怎么，这家伙是个跟踪狂呀？我劝你嘴巴给我放干净。笑，在这青州，还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。你叶天算个什么东西？你难道就不懂得
天外有天这个道理。我不管你是谁，从哪儿来，这青州是老子的地盘，你是龙就得给我盘着，你是虎就得给我卧着。叶天，你听到没有？你赶紧离开这儿，我不想看到你了。我来这里参加拍卖会的，为何要入寨？等等，我刚才听到了什么？参加拍卖会？就你！哎，我说叶天，你这废物见过拍卖会吗？你以为这拍卖会都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地方？这天域大厦所举办的拍卖会，没有身价10个亿，连观看的资格都没有。你这废物居然敢说自己是来参加拍卖会的？身价10亿？没错，就是10亿，是你几10万倍都到不了的门槛。叶天，你怎么会来参加这场拍卖会？快回去，以后不要再跟着我了。沈秋雨，你可真是不信又不知啊！我叶天何时跟踪过你？叶天，你在上京好好的，为什么会来青州参加这场拍卖会？先不说你有没有10亿资产作为门槛，你连理由都没有。我叶天去任何地方，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。叶天，你就不要找借口了。凭你的实力是不可能进入这拍卖会的。你要是识相点的话呢，赶紧给我出去，否则我就叫天域大厦的保安打掉你这条狗腿。叶天，这上京和南城我是不会回去了，我也不想再看到你。以后陈少就是我沈家的合作伙伴，我求求你，不要再把我沈家的前途搅黄了。我本来想无视你们，但总有傻子让我觉得不可理喻。你敢骂我？你个废物穷鬼，你敢骂我？陈少，我们不跟他一般见识，我们走。走？我陈修杰就没有隔夜的仇，我现在就要把你这个废物给打残了。陈少，叶天，怎么？我管他是谁呢？啊！我今天一定要让他明白，得罪我陈修杰是什么下场。喂，现在立刻给我叫几个保安过来！快！你个废物，给我等着啊！老子今天一定要让你趴着出去！陈少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就是他，妈的，敢骂我！看见这条腿吗？打断了！我知道，陈少。小子，你得罪了陈少，就等着哭吧！哎，等等，我改变主意了。废物，现在给我跪下！你们几个先让开，我要让他跪在我面前磕头认错。陈少，这叶天他，总之我们别理他了。怎么？难不成这叶天有什么特殊身份呢？沈小姐，我告诉你，只要在这大夏境内，就没有陈修杰不敢惹的人。我不管他有什么通天的背景，老子也敢站在他的头上拉屎。此话当真？当真，千真万确的真。叶天，既然你说你是来参加拍卖会，我就姑且算你有点本事，有点资格。但是站在我陈修杰面前，根本就不够看。我父亲不光是首富，他还认识整个大夏境内最顶级的天师，而这位天师就连上京天师府他都不放在眼里。哦，他真的有这么厉害？当然，我们陈家之所以能在短短的1年内成为青州的首富，全靠这位天师的帮衬。所以我不管你有什么通天的背景，在我陈修杰面前只能屈服。我到底要不要告诉陈少叶天的身份？若是陈少知道了，不敢跟沈家合作的话，现在给我跪！我若是不跪，叶天，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。要是生气了，可是会死人的。叶天，你最好给我想清楚。叶天，你快走吧。我为何要走？他可走不了。你今天若是不给我跪下，我就让你在整个大夏境内没有你的容身之所。你们陈家好大的口气！我就是这么大的口气，这就是钱跟权带给我的底气。既然你今天不给我跪是吧？好，那我这不妨动点手段。你们俩把他按在我面前跪下，抓住他的头发，
给老子磕头！滚！你这什么身法？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……你别过来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爸可是沈剑锋，你不能动我。爸是天王，老子都没要。叶天，你走吧。瞧瞧，就连你前妻都护在我的面前，你身为一个男人，你还真是丢脸啊！沈秋云，你让开！我不会让开的。陈少是我沈家最重要的客人。叶天，服气吗？你前妻现在可是我的俘虏啊！叶天，你不能动他。叶天，看见了吗？这就是我身为一个男人的魅力，是你这辈子都无法得到的。既然沈小姐这么维护我，好，那我就给你一个面子，放过你这个前夫。但是你给我记住了，以后不管走到哪儿，看到我陈秀杰必须绕道走，否则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陈少，我们别理他，我们走吧。沈秋云，你不感觉到恶心吗？不是你还没完了是吧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沈家，所以我不会感到恶心。沈秋云，现在的你真的毫无底线可言。我就算再没底线，也比待在沈家坐以待毙强。沈家要是覆灭了，你是不是很开心啊？那是因为你们沈家咎由自取，与我何干？是我沈家咎由自取，所以在我奋力反抗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不要打扰我？沈秋雨，那是因为你身边这个畜生不知好歹。你敢骂我是畜生？叶先生说你是畜生，你就必须是畜生。叶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是宋大师让我们几个来给叶先生摇旗呐喊。这个宋天德，孙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怎么，这种地方难道只有你沈家才有资格进吗？孙小姐，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？原来是上京孙家的大小姐。嘿嘿，孙小姐，今儿真漂亮。再看就把你眼珠子挖出来。孙小姐，年轻人不要这么气势，不要这么猖狂。这里可不是上京，而是我陈修杰的地盘。不知死活！哎呦，还真是厉害呀！老子就喜欢你这么厉害。沈小姐，我们走。叶先生，陈家太不知好歹，是否要出手整治他们？没有，我是来青州参加拍卖会的，没必要搞这么大阵仗。走吧，我们也上去。好。陈少，好久不见了。陈少今天真是艳福不浅，让人好生羡慕。陈少，您身边的这位是？您好，我来自南城沈家，沈秋云。刘老，沈小姐是我今日的女伴。沈小姐能得到陈少的青睐，那可是你们沈家的福气啊！你可要把握住这次机会。多谢这位前辈。我孟伟卓是青州孟家家主，虽比不上陈少，但在青州也算得上是一把手之力。日后沈小姐若遇到什么难处，大可来青州我孟家来找我。谢谢孟总。哎，孟总，你可能听闻这次拍卖会出现了一件不得了的宝贝啊！哦，刘老的意思是？孟总，刘老说的的确，此次拍卖会上将展出一件足以惊动整个大夏顶级至宝。愿听其详。这件至宝出自一位高人手里，而这位高人就是我父亲背后的那个大师。这位大师委托我父亲将这件至宝放在今日展出，可谓是有缘者得知啊。陈老身后的神秘高人，这可不得了啊！陈少，这件至宝我可是要插上一脚喽！哦，哎，孟总，可别忽略老夫啊！我对这件至宝同样感兴趣。拍卖会嘛，拍的就是这种氛围。这至宝，我势在必得。叶天，这个废物，
这位小友，你口气可真狂啊！敢问小友尊姓大名？叶天，一叶遮天的叶天。你这小辈还真是狂妄！叶天，你还真敢来呀！你知不知道这里汇聚了青州所有的权势贵族？你今天要是敢在这里惹是生非，我保证让你看不见明天的太阳！放肆！叶先生也是你们能随意侮辱的？这个女孩子家的，这里可不是你来的地方。老夫劝你们赶紧下去吧。叶天是吧？我可警告你，这次拍卖会可是青州万众瞩目，你们若是惹出了什么麻烦，可是一辈子都洗不清的污点。现在给陈少道歉，我不会追加你们的罪责。叶天，你能不能不要再闹？闹的是你们。孙小姐，你……沈小姐可是陈家的贵客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对沈小姐大呼小叫？资格？今晚沈小姐是陈少的女伴，在得罪沈小姐之前呢，你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吧。青州众人实在是放肆！你说什么？你口气不小啊！你报上名来，让我们见识一下。孙家孙景轩有何指教？什么？你是孙家的大小姐？刘老，无妨。就算是孙家来此，我们青州的权势依然不惧。孙小姐，纵使你的身份尊贵，但你可别忘了，这里不是上京，而是青州。你人生地不熟，还是收敛一下你大小姐的脾气，不然你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东西是在威胁我？你可以这么理解，我只是出于好心提醒一下你们。毕竟我现在早已经没有了争强好胜之心，不会跟你们一般计较。若你们不知好歹，惹怒了陈少，可陈少的父亲绝不会放过你们。陈老的身后有一位绝顶的天师，老夫猜测，就上京天机府的宋殿都也不是这位绝顶天师的对手。孙小姐，听见了吗？我们陈家在青州的就这么大的势，你们孙家在我们陈家面前根本就不够看的。陈少说的不错，你们作为上京的来客，自然知晓我话中的含义。让宋天都能甘拜下风的绝顶天师，其实力也定当恐怖无比。所以你们还是赶紧乖乖的道歉，乖乖的滚出去。自以为是？你说什么？你个废物，也不知好歹！我作为青州最有话语权的人，别说我没给你机会。在这个时候逞强，可不是好的选择。叶先生可没有逞能，你们口中的绝顶天师，在叶先生眼里不值一提。孙小姐，你这口气可真不小啊！你们上京能拿得出手的天师，不就是宋天都吗？就凭着叶天，哪有资格跟我们陈家相提并论？孙小姐，你今天若是来搅局的话，还是选一个能镇得住场面的人。就你旁边这个废物，除了卖丑之外毫无用处。陈少，您的父亲陈建锋即将入城，不如我先让人把这两个废物赶出去。沈小姐，你怎么看？若是看这个叶天不顺眼的话，我马上就安排人把他们都赶出去。不用了，陈少，让叶天看看我们陈少的实力，也好让他心服口服。沈小姐说的不错，孟总，您二位就先行入座吧。我要让这两位上京来的客人好好看看我们青州的实力。叶天，今天就让你好好看看什么才是青州首富的儿子。区区青州而已，就算是首富来了，我上京也算不得什么大人物。你好，咱们走着瞧。陈少，别着急，好戏还在后。孟总说的不错，我们之间的好戏还在后面。各位，拍卖会马上开始。不过本次拍卖会的规则略有不同，希望各位贵宾见谅。有什么不同的？只要有钱，老子什么都能拍。主持人，开始吧。好，各位，这就是本场的第一件拍品，是由一支考古团队所发现，距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。这就是大夏第一宝剑周羽剑。周羽剑难道是5000年前羽将军所拥有的佩剑？此物不得了啊！不会有错，看宝剑的成色和剑鞘隐隐发出的杀气，这就是周羽剑。路上
这剑你想要吗？讲不讲是一回事，但拍不拍就是另一回事。5000万，陈少，本次拍卖会不以现金进行交易，改成以物换物。以物换物？那到底是怎么个以物换物法？咒语剑的主人此刻正在幕后观看这场竞拍，只要现场有人能拿出与之相同的宝物交换，就可竞拍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不是你们这什么破规矩？我不管，老子今天就是要出钱，不然的话……陈少，请您冷静一点。之前我已经说过了，本次拍卖会的规则有所不同，您接受不了，大可以离开。不是你他妈知道我是谁吗？啊！陈少，这拍卖会背后也有大势力，依我看，你还是好好参与拍卖吧。陈少，请坐。装什么装啊？还不要钱？我家中有一宝物，乃是大周王朝周武帝曾经用过的夜明珠，不知这位朋友是否满意？孟先生，这位先生表示，您的夜明珠尚且珍贵，但与咒语剑相比还是差一些。好吧，那真是太遗憾了。但是想必这全场也没有人能拿出比我这颗月明珠更宝贵的珍宝了吧？谁说没有？告诉这把剑的主人，我愿用山河洛书来换取此剑。我愿用山河洛书来换取此剑。不是你这废物知道什么叫山河洛书吗？如此珍贵的东西，你怎么可能就能拿到？你怎么就知道我拿不出来？你小子，你可知道山河洛书是为何物吗？山河洛书是大夏排名前几位的珍宝，具有镇山填河的伟力，无数次拯救了大夏的百姓，其地位啊，和这把咒语剑不差上下，甚至隐隐略高一筹。你说此物在你的手里头，老夫断然不信。这拍卖会可不是小孩过家家，你以山河洛书来换取这个宝物，届时你拿不出这个宝物，也休怪我不客气。这位先生，您确定用山河洛书来拍咒语剑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是这样，本场拍卖会是由大夏各方势力共同举办，万一您拿不出山河洛书，恐怕……我再说一遍，这把剑我要。好，这位先生出价山河洛书，还有人加价吗？哼，还山河洛书呢，我看你到时候怎么拿过来，不知死活！你还是太年轻了。那么，恭喜这位先生拍得咒语剑。不过，按照拍卖会的规则，您需要现场拿出山河洛书进行交易。等等，这位小友，拿出山河洛书吧。王老，叶先生的山河洛书还在路上，请王老稍等片刻。还在路上？哈哈哈哈！叶天，你这废物还真是装腔作势呢。王老，你被这个废物给骗了，个小畜生，你敢戏耍老夫？王老，叶先生说话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请王老稍等片刻。什么王老？你也配直呼老夫名讳？你不过是孙家一个大小姐，也敢在老夫面前装腔作势？王焕之，注意你的言辞。石小姐，限你上京孙家势大，力压我们在场所有的世家。他毕竟是你父亲孙老的面子大，就你一个女娃子，资历还不够。既然你拿不出山河洛书，那就等死吧！你想要我的命？叶天，王老是青州排名前3的天师，弄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天师？不错，我就是这青州城威名鼎鼎的顶级天师。你小子也敢冲撞我，只有死路一条！这里没有人能够取走我的命。知好歹，那就给老夫去死！住手！住手！楚小姐，她怎么会来？楚小姐，难道是上京楚家的大小姐？上京楚家，这可是与孙家齐名的上京3大世家之一。这位大小姐怎么会来青州参加拍卖会呢？楚小姐，你也收到此次拍卖会的邀请了？邀请？我不过是跟随一位先生来此罢了。先生？楚小姐，哪位先生？王焕之，
你想要的山河洛书在我这里。以楚家的实力，拥有这山河洛书也不足为奇。既然楚小姐拥有这山河洛书，那我便将这咒语剑交给楚小姐。楚小姐，您有所不知，这位叫叶天的狂妄之徒，企图用这山河洛图交换这把咒语剑，这算盘打得可真够响啊！山河洛书竟然是楚家的至宝，我看这废物就在这搅局了，真是无耻。这把剑不属于我。楚小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楚家楚允堂见过叶先生。不是，楚小姐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陈少，楚小姐她……本小姐有没有认错人，还轮不到你来质疑。不是，你说什么？楚小姐，您虽为上京楚家之人，身份尊贵，但陈少好歹也是青州首富陈建锋的儿子，您这样说话，恐怕欠妥了。孟总说的不错，楚小姐目中无人，真把我们青州好欺负吗？楚小姐，我可以给你一次重新组织引援的机会。若是你们青州都是这种无知之辈，我们又何须尊重？你们二位就为了这么一个狂妄之徒，要与我们作对吗？好死，把山河洛书给他。王焕之，这便是山河洛书，你想要吗？楚小姐，老夫正需此物。我可以给你，但你侮辱叶先生于世，必须道歉。上向他道歉，老夫一声孤高，让我给这个小子道歉，门儿都没有。一声孤高，倚老卖老。说什么？你既然不想要这山河洛书，那就别要。但我既然拍下你这把咒语剑，剑天人走，我可以饶你。剑流人走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我说叶天，你知不知道王老是谁？他可是我们青州有头有脸的天师，就凭你，怎么可能斗得过王老？真是不知死活！王老看在楚家和孙家的份上，放你一条生路，你竟然还如此得寸进尺！得寸进尺？我看得寸进尺的人是你们才对。孙小姐，这里是青州，不是你们上京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这场拍卖会汇聚了我们青州所有的权贵，你胆敢如此的放肆！叶天，是得罪夫在前，这山河洛图，他今天一定得到赏识，而这把咒语剑也断然不会给你。怎么，你想抢走这个山河洛书？楚小姐，奉劝你识相点，趁早把山河洛书给我交出来。不可能！好，陈少，你快让王老住手啊！哎，沈小姐，我知道你对叶天多少还是有点情谊的，不过你放心，王老自有分寸，最起码这个叶天不会死。不是的，是王老他会死的。你说什么？哈哈，不可能！我们王老可是青州有头有脸的天师。王老，王老，你到底是谁？不可能，王老怎么可能会败在你的手里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？你不是想抢走我的山河洛书吗？啊！你还想用道术来摧毁我的命格？叶天，你到底是谁？无名叶天，一叶遮天的叶天。以后我便是此剑的主人，你可以滚了。叶天，我怎么从未听说过你的名字？你小子别装模作样，你若是什么大人物，我们为什么不知道你的名讳呢？诸位，我们可别被这个废物给骗。说到底，他不就是上京派到我们青州胡作非为的借口？陈小姐，你竟对叶先生不敬！陈少，要不我们还是算了吧。算？不可能，在这青州还从来没有人敢瞧不起我，不给我陈家的面子。今日你叶天必须给我陈家一个说法。
是你陈修杰不敬在先，反而要让叶先生给你陈家一个说法，真是恬不知耻。谁说我陈家恬不知耻？钱大师，爸，你可终于来了。阿杰，有父亲跟钱大师在，没人欺负得了你。钱大师，叶天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绝对完蛋了。我们钱大师可不是王老那样天师就可以相提并论的。对付你，只要钱大师掐指一算，你就会当场毙命。这么厉害呢？叶天，只要你今天向我认错，我就考虑让钱大师放你一马。不过，你得跪下，低头向我认错。我若是不跪，无知！我陈建锋就站在你面前，你还如此的嚣张。陈总，此人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。我们先坐吧。钱大师，您先请。叶先生，拍卖会还没有结束，不用着急。陈总，接下来要拍卖的物品，便是我委托陈家帮忙竞拍的物品。哦，那我可来了兴致。各位，拍卖会继续。接下来这件拍品是由乾元大师寄拍，名为《知天图》。知天图，知天图。钱大师，难道您拿到了知天图？当然。既然钱大师如此舍得，那这个物件我陈建锋必拿出陈家的诚意。知天图对我陈家有大用，我以古华山天脉奇石，外加现金3000亿，拍得此物。古华山的天脉奇石已经价值无量了，又外加3000亿元现金，看来此物与我孟家没有缘了。钱大师所地拍的，这是我们所能染指的珍品了。各位，还有加价的吗？这位先生，请说出你的价码。就凭他，哼，怎么可能争得过我爸？哼，分不清局势的废物！放下牌子吧，出不过陈老的价格。举了牌又不说话是几个意思？我劝你出的价格最好是比我高，否则我今天把你的命留在这儿。这知天图本就属于我，我何须出价？不是叶天，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？这天之图明明是钱大师寄拍的至宝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真是不知死活！钱大师乃青州第一天师，岂是你能戏耍？这位先生，拍卖会岂有不出价码的道理？您要是再无理取闹，请出去。钱远，你可认识这位先生？我们认识吗？你当然不认识叶先生，但你一定认识秦明。秦明？秦明？难道钱大师就是秦明的师傅？不是叶天，钱大师怎么可能认识你这个废物？你少在这里大言不惭了！认不认识，这所谓的钱大师心里清楚。看来老夫还是被你们认出来了。钱大师，你跟他们认识？事到如今，你们陈家已经没用了，也应该为老夫燃烧最后一次的价值了。钱大师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扶持你们陈家，就是为了今天。爸，你怎么了，爸？爸，小儿，你到底干了什么？陈家如今的气运已然攀升到了顶峰，再加上知天图的相助，我只需要盗取青州气运加持一身，老夫就将成为大夏最强天师。而你叶天，天机宗宗主，将也不会是老夫的对手。所以呢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说过，这知天图本就是我天机宗之物。宋天都听令，弟子在。
把他押回云梦山。封印，把他押下去。宋天都，你是上京天机府的府主宋天都。我宋天都在此宣布，青州脱离天机府庇护，为期10年，你们好自为之。没有天机府的庇护，我们青州完蛋了。不是，你怎么可能是天机宗的宗主？我不信！叶天，就逼老子弄死你！上，你冷静一点！是不是疯了啊？让他还！叶天，你还能再回头看看我吗？叶天。